你说老大说，看见屋里半夜会亮灯，而且还能听到女人的哭声。童小姐，你相不相信这世上有鬼？以后不许再来。如果不听话的话，我对你不客气。你妈妈的话还没有讲完，我猜这块布呢，应该只是一半呢。如果屋里面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的话，你为什么担心别人去看呢？我只有一个妈，在我小时候她已经死了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妈。从你们一进门我就猜到了，你是带他们来查我的，查我是不是杀人犯。本来我还抱有一线希望，希望你带他们来，真是来看风水的。我们快走吧。全都不准走！今天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。20年了，你一直认定是我杀了你妈妈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要真正的杀人凶手，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好，你要真相，我就给你真相。杀你妈妈的人就是我。你啊！别冲动。好啊，去报警吧。20年了，去找证据吧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。你真的很面熟啊。谢谢你们的配合，不过目前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啊，调查才刚刚开始，这么快对我们失去信心了？他真的是个大侦探，我不骗你。为什么我有2把叉子，我的刀没有啊？喂，你还是快点跟我们说一说，还有什么线索可以查？我的刀呢？怎么有2把叉子啊？查杀人案子。他那么相信风水，却那么急着赶我们走。你说黄老太太？我总觉得她很面熟，在哪儿见过？你说什么？那幅油画。油画？你想到什么了吗？空屋的那幅画画的谁啊？这重要吗？非常重要。他是这样的，他突然之间就会想到一些线索，说不定能证明你的后母是凶手。你仔细想一想。那幅画，我父亲以前喜欢在家里画画。我记得有一次，爸爸妈妈在画室里吵架，我听到了声音，就躲在门口偷听。你成天躲在这里，原来是画一幅这样的画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如果让店员看你的画，怎么解释？对不起，我一时忍不住画了，对不起啊。你马上给我扔了它！我不想再见到这幅画。哎，我记得第2天，父亲本来要出差，但当晚吵完架之后，就决定不去了。过了2天，油画就挂在客厅。我心想，这画画的明明是母亲，为什么母亲还会生这么大的气呢？直到现在，我还没搞明白。那现在挂在大厅的那幅画，会不会是20年前画室的那幅画呢？我想不起来了，当时我太小，一点都记不起来了。你妈妈看见那幅画就非常的生气，会不会是因为那幅画是你妈妈的裸体画？行了，这和这件事有关系吗？你说的对啊，跟案子没什么关系。好了，你们自己吃吧，我走了。建元哥，你小时候你妈妈有没有经常讲故事给你听啊？我小时候我妈的心情一直不好，哪有心情讲故事？不过现在我也一样，我心情也不好，以后再说吧。你怎么搞的？弄得黄先生不耐烦了，你聪明点行不行啊？要不然案子查不到，
生意也没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你了。喂，他有没有买单啊？对不起啊，童小姐，我知道黄先生很不满意，我会尽快查到的。其实呢，我已经想到了一些东西，只是我不知道想到了什么。我知道，我相信你。那你慢慢想吧，其他的事我会尽量帮你挡，直到挡不了为止。你放心，你又怎么了？嗯？今天你不小心亲了我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是你亲了我，我才不会让你吻呢，那只是意外。我命令你马上把这件事情给忘了。有点难度啊，我控制不了。我打到你不？老伯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两个，别再管我们家的事，也别在我们一家人面前再出现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哼。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这句话真酷啊！但恐吓是犯法的，他还要亲自来恐吓，这很明显啊，他担心当年的事情会被揭破。童小姐，你不要害怕，他比我们还怕，说不定他随时会回来跟我们说，我有办法让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幸福的活着。嗯。你真的不怕他对你不客气？放弃吧，你心里面也是这么想的，对吗？如果只是一些小兵小将来警告我，我同心院还是能应付得来。可是像皇帝一样的大老板亲自出马，事情就不简单了。帮你查案子，就是为了让你得到大笔的保单。现在黄老先生这个样子，不会把保单给你，还算了吧。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一时冲动让你查这个案子。别说是20年，就算是相隔3年，一样难以翻案。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让我好感动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你在楼下说的，你跟我说呢，说你相信我，任何事情啊，你都可以帮我挡，直到你挡不住为止。这句话，从关云长跟刘备讲了之后，1000多年都没人讲过了。可是，终于挡不住了。挡不挡得住不是问题啊，是你有这个心。我敬你。来吧，别总是谢来谢去的。我现在就当是，桃园结义了。我问你一件事啊，只有女人们才明白的事啊。我怎么样才可以不被女人嫌弃呢？别做梦了，连我都嫌你穷，别奢望其他人了。你说这样的话，我早就预料到了。啊，关云长他也不一定要有老婆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跟金哥怎么样啊？不知道啊，
其实我也有一点点喜欢他。他人长得很帅，也有魅力，还很会哄人。什么呀？你是女中豪杰嘛？你要什么就自己去争取，你不去的话，我帮你去做。对了，刚才你是不是也想说，不如放弃吧？放什么气呀？恐吓一下就放弃了，太那个了吧？总之，他们父子两个的事一定是有那个的，我绝不会让他们那个的，我不会放弃。黄建远对我的计划书大致上还算满意，我也拜会过黄老先生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现在只是担心唐天寿又闯出什么祸。查案查出瘾了，人家的家事他都管上了。小丽，期限到了吗？啊，刚好1个礼拜了。你去吧，让唐天寿马上消失。是。我想跟你聊聊别的。关于形象大使的事，我向广告总监提过你，他也觉得你不错。我对这种风头没兴趣。可是会和心愿一起出镜哦，情侣形象。你现在不是在追他吗？刘经理，由于走得匆忙，只好写信向你请假。我已去度假，可能会有一段时间。想想这些日子来，心绪真的很乱，也觉得有点累。虽然林总给你下了警告，你面临着业绩的挑战，是最需要我的时候，但我觉得还是应该离开一段时间。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说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。毕竟我们生活在现在，面对的是未来。我走了，你一定很生气，可我真的不能承受了。以前看见你我很开心，现在我感到痛苦。没办法，我只有选择离开。真的想和你吃顿饭当做告别，可惜已经晚了。再见。怎么回事？不吃不早，时间刚刚好。什么事？林总已经开除了他，要他马上走。为什么要开除他？因为孙海被打的事吗？是人都看得出来他是被人嫁祸，怎么可以开除他呢？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我想林总要开除一个人，没必要向你解释吧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和林总讲。不用了，林总已经下了命令，顺便还降了你的职，现在就生效。你已经没有资格直上18楼了。干杯！你姐姐就不喝酒？都过了那么多年，人会变的吗？哦，对了，我要恭喜你啊，姐夫！我这么快就被人炒掉了，只不过连累你被降职而已。如果我再迟几个月被开除呢，很有可能会连累到你家破人亡、身败名裂、死无葬身之地呀。你现在最大的损失呢，就是没有办公室了。哼，办公室有什么稀奇啊？我还巴不得搬出去呢，空气流通，又方便监视手下有没有偷懒。是林总他茫然不知呢，还是以为自己精明的很呢？来，其实呢，说你没本事，我呢？我又有什么本事呢？我不担心自己啊，我只是担心你，怕你再闯什么祸。人家说了要你消失，你别查了，人家妈妈怎么死法关你什么事啊？我不是想知道他妈妈到底是怎么死的，时隔20多年，你真当我是神仙呀？我只是想知道他们一家人好好的，为什么会搞成这样？这又关你什么事？我告诉你个秘密啊，
什么？我小时候画画很棒。真的？画得很好啊。我小时候曾经立志当画家。人人都有父母，我也有，不过很快就没了。今晚我睡这里。你不用陪我的。我不是陪你，我累了。可是现在孤男寡男，这样做不是太好吧？说什么呢？我真应该快点给你找个女人，省得你心里和生理都不平衡。我也觉得自己心里不平衡。我没有爸爸和妈妈，可建远哥呢，一家三口整整齐齐的，却搞得一塌糊涂。我真是觉得很不舒服啊！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会搞成这样。你先睡吧，你困了。一样的吗？夫人，之前来看过风水的那位唐先生，他来找您了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我是来跟你说对不起的。什么意思？我知道我前几天过来让你感到非常的不安嘛。我同时也知道你是个好母亲。哼，你这套哄小女孩还差不多，别在我面前耍花样。黄老太太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你这种态度让你儿子不敢接近你啊。我呢，是从小就没有妈妈的人，建远哥没有了一个妈妈。又因为这些连你都没了，何必呢？你以为我不想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过日子？我已经尽了力了，可换来的是什么？就是我儿子口口声声说我是杀人犯。那你有没有试过把事实告诉他呢？什么事实？建远哥的妈妈留下一封遗书，说他当年一直在骗他，叫他别生他爸爸的气。后面的秘密是什么呢？哼，原来你还是在套我的口风啊！好，后生可畏，图穷匕现。非常好，差点被你这个荆轲得手。要多少钱？说。你觉得这个秘密值多少钱呢？你看值多少，就写多少。以后别再老缠着我儿子了，还以为你会多装一会儿你的清高才收下，哼，真让我失望。我真是不明白啊！你们全家都可以出那么多钱，就是不肯解决这个误会啊！
喂，天秀，黄谷他要卖掉老房子。哦，黄老太太他们要卖掉那个房子，建远哥知不知道？卖了那房子，我看他还能查什么？他正在赶过去啊。随便。黄谷还在那边。阿笑，赶紧叫司机。黄先生，放手啊！你想做什么啊？我想做什么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冷静一点啊！我想呢，事情搞成这样，我们也要负点责任的。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再跟着我了。如果你想要钱的话，找我秘书就行了，我会给你。不要跟着我。站住！我和你爸爸已经决定了，你是阻止不了的。我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让你们把房子卖掉。那我们就看看，是胳膊硬还是大腿硬。哼！麻烦大了。都别动！把我妈的画像还给我！你别动我妈的画像！建远，他是你爸爸。他要是把这房子卖掉，他就不是我爸爸。房子是我买的，我就可以卖。这房子是我和我妈的，你没有权利卖掉它。建远，人要往前看，忘记过去，以后好好的过日子，好不好啊？我忘不掉。我妈不明不白的死了，你却护着这个女人，今天还要把房子卖掉。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黄谷，不要心太软。这房子不卖，他还会纠缠下去，他不肯罢手的。叫人上来。是。你没资格在这儿说话，你给我滚！我没资格，那你就更没有资格了。这个家是我和你爸爸一手撑起来的。住口！撑起这个家的是我爸，还有我妈。你只是个坐享其成的狐狸精。你敢打我？建远，有话慢慢说，她毕竟是你的母亲。不，她不是我母亲，她永远不是我母亲。如果你再这么对她说话，你就给我滚出去！我从今以后不认你这个儿子。你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了。你为了这个女人，连你的儿子都不要了。你知不知道？是他亲口告诉我，是他杀了我妈妈。你是他逼我的，我不得不说，他不死心，我们家就永无宁日。反正20多年来，他认定是我杀了他妈妈，那我就认了吧。你们宁愿认杀人，也不愿意说真心话，何苦呢？你们到底在隐瞒什么？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你呀，建远。这句话你说的太多了，我也听得太多了。好，我妈已经死了，如今你不认我这个儿子，那不如我们今天做个彻底的了断。哎，你。
你想干什么？你疯了是不是啊？快把刀放下！既然我不能为我妈妈讨回公道，又不能守住这房子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你听到没有？快点把刀放下！我也和我妈一样，就算变成鬼，我也要守住这房子。建远，鬼啊！你搞什么鬼啊？建远哥，你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这幅画为什么头发会长长的？你把刀借我用一下。哎，你放心，我用一下，马上会还给你的。我会还给你的啊，没事，没事的啊，你放心啊。大家来看一下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油画的颜料呢是可以一层一层盖住的，上面这一层呢，经过20年的时间已经开始残旧。这间空屋呢，虽然没有人住，但是经常有人来打扫的。要擦这幅画，经常的擦来擦去啊，不知不觉就擦走了上面的一层，就出现了呢。原本大家认得的这幅画，就是黄老太太。那么也就是为什么这幅画呢，它里面的人物，他的头发会慢慢长长的原因了。我请保姆来这里打扫过，不只是保姆，还有另外一个人也会来，而且他是在晚上。是你对不对，黄老太太？那天晚上，我们在这里见到那个鬼影，原来是黄老太太。没错，第一次见到的那个鬼影，黄老先生呢就在那来警告过我们，这很明显就是那个鬼影向黄老先生告密的。还有那个鬼影呢，我相信那张字条就是我要交给黄老先生的字条，也就是那个鬼影，也就是黄老太太交给黄老先生的。原来你联想到这些，是因为去皇家大院见到黄老太太，觉得她很眼熟。当时我只觉得眼熟，但是我并没有认出她来。可是这件事情呢，让我觉得非常的奇怪。那天呢，我们到了黄老太太家，可黄老太太呢，她是不停地赶我们走。黄老太太很迷信风水的嘛，又想一家融洽，我们2大风水师一起去，她没有理由赶我们走的嘛。后来我想通了，不是她识破了我们，而是她根本就认得我们。她第一眼看到我们就不是风水师而赶我们走。不好意思啊。他晚上来干什么？是对我妈心怀愧疚，还是装神弄鬼吓唬人？2样都有。不过呢，不是为了他自己呀，而是为了你。我？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苦忍了20几年，不能让你们给破坏了。你们给我出去，出去！婉君，告诉他们吧，把真相都跟他们说了。他妈妈就是因为这幅画而死的。好，我说。如果你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因为……等一下，我觉得有些话不应该让小孩子听到，对他不太好。建远，妈妈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大人说话，小孩子不能偷听，你怎么就不听话呢？出去玩吧。哼。
他画给你的吧？是的。油还没干，才画了没几天吧？前2天才画的。前2天是我生日，他本来答应回来陪我过生日，还答应会画一幅画送给我，但结果他没有回来。原来是这样。听起来好像挺凄凉的。怎么，求我同情你啊？我和他儿子都已经有了，我应该求你才对啊。如果我有本事让你同情我，我就自然也有本事让这个男人同情我。那这个男人，他就会回到我身边。我又何必需要你的同情？画得好美啊！看见这幅画，我就知道他的心已经完全被你霸占了。本来我这次来的目的是想请你退出，现在看来没有这个意义了。我抢回了他的人，也抢不回他的心。好，我退出。这包药是祖传秘方，我特地带给你的。我知道你有哮喘。祝你们幸福，再见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想让我内疚吗？这也太卑鄙了吧！随便你怎么想，总得有人走出第一步，总得有个了断吧。当天晚上，他就自杀了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，是内疚，是一时想不开，还是想报复我？我想不明白，但绝不是我害死他的。你撒谎！你抢了别人老公，居然还振振有词。他没有抢别人的老公，是你妈妈抢了人家的老公啊！天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妈妈才是狐狸精。这间房子的女主人不是你妈妈，这里原本的女主人是黄老太太。你胡说！我不相信！你胡说！这间房子呢，跟黄老太太的房子一样，有很多书啊。你说过黄老太太想学你妈妈。但是我看过你妈妈的遗书，说真的，遗书上写的字水平跟我差不多，还有很多很多的错字。一个看过很多书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写那么多错字呢？反过来呢，我见过黄老太太的签名，那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签名了。我还记得她那天骂过我，骂我什么来着？图穷匕现，荆轲得手。像他骂人骂得这么有水平，秦始皇死后几千年都没有人这么骂过了。很明显啊，他是饱读诗书的那位，是你妈妈想学他。这里真正的女主人是黄老太太。天寿，叫你查人命案，你怎么搞出这些东西来啊？而且不能单凭这一点就下定论啊！证据当然不止这些了。你看啊，建远哥。这里呢，是黄老先生和黄老太太的生活照，你先拿着啊。这个呢，就是黄老先生跟你还有你妈妈的生活照。
这边一家3口，而这边呢却有很多的亲戚朋友。按常理推测呢，一个男人跟老婆在一起的时候，出去和任何人都可以拍照，因为是老婆嘛。但是和狐狸精的时候呢，就不太一样了。就算拍呢，也不会和亲戚朋友一起拍的。我明白了，黄谷老先生在建元小的时候，他妈妈骗他说你老是不回家，就是因为外面藏了别的女人，而你又不敢说出真相，害到建远一直误会了。直到他妈妈死了之后，你不仅很内疚，而且你还害怕建远没有妈妈之后会更加受不了这个打击，所以你就一直瞒下去，是吗？黄老太太，那你这20年里不是受了很多的委屈吗？你真是太伟大了。建远哥，你妈妈的遗书呢，说得很清楚，她说她骗了你，但其实骗你的不只是你妈妈一个。黄老太太骗了你，黄老先生也骗了你，所有的人都骗了你，但目的只有一个，不想伤害你。就是因为你有心脏病吗？哎，黄先生，建远，怎么了，建远？黄先生，建远。他们父子2个抬进手术室，已经几个小时了。如果真的死了，这次我就要破自己的记录了。想不到整件事情会是这样。你说最惨的人是哪一个？黄老太太啊，老公被人抢了，还要帮别人带大孩子，又怕孩子接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，更接受不了原来自己的妈妈就是狐狸精的真相，宁愿和丈夫继续对儿子撒谎，就因为孩子是无辜的。其实建远哥也很惨呐，有一个不完整的童年。妈妈死后呢，带着仇恨过了20年，最后发现恨错了，20年呢，都白恨了。最该死的是那个老头，用情不专，又不肯说出真相，真是自作自受，害得2个女人，一个自杀，一个含冤莫辩。我跟你说啊，童小姐，其实最惨的那个人是我。怎么会是你啊？我现在啊，一下子整死了长天集团的2个大老板啊！你说以后谁还敢请我？我注定要睡在街上了，除非你收留我。我不会，说不定你也会把我的牢底给揭出来。你有什么秘密呀？不就是金哥吗？那你觉得高明这个人怎么样？精英啊，英俊，有钱，又会哄人开心。他真是这样吗？唉，人家张嘴会哄人开心，我张嘴呢就闯祸没饭吃啊。这样也不错啊，流落街头，说不定哪一天会遇到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子呢。这次不是开玩笑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这次他们俩真的出事了，我发誓，我唐天寿这一辈子都不再说话了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可真就是好心做坏事了。黄老太太，他们怎么样了？建远没什么事，不过我丈夫还没有过危险期。喂，老大，你说什么？我们马上赶过来。
老大，出什么事情？哎呦，你们可算是来了！快帮我救小俊，他们绑走了小俊呢。为什么？就因为我欠了他们的钱呢。哎呦，小俊可是我的命根子啊！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不，你们都冷静一点，让我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。没时间了，救人要紧，快走！来，喂，你们怎么可以绑架小孩子呢？爸！小俊，先别急，你们快放了孩子！他欠我钱，把钱还给我，我就放孩子。打电话报警。哦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！